它越骑越紧。但是，Hello， 欢迎收看这节灵异前线。上个礼拜的阴影、黑影，到现在忘不了。很久没有看到在我眼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。那当然，今天我所来的一个地方，也是一个默默无名，但我知道它有着什么样的故事，这样子的一个地方。当然，或许这些地方它的残留物不多，可是自从上周那一集之后，我觉得残留物不多的地方，你们也不要太小看它，因为谁晓得我又会在里面看到什么样的东西。那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带大家去看看这边到底长什么样吧。我要进去这地方的时候，我必须要穿越像这样的草丛。然后呢，今天风真的是超大的。天哪，树已经长这个样子，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，其实我来之前，我在拍摄之前，我有先除了一下草，要不然这地方根本进不去。哇塞，这里面好多那个陶器哦。然后那里为什么有一个娃娃嘞？这个是什么啊？感觉有点恶心哎。木头做的，然后上面好像有蜡烛烧过的痕迹。啊，这应该是人偶啦。是有人来这边做什么东西吗？这个带回去送给粉丝好不好？他缎带鞋子，感觉这跳蚤出现几率还蛮高的。晚上这种地方看到这东西，确实觉得还蛮不舒服的哦。然后为什么电胶会突然跑掉嘞？应该是树的声音哦。它这每一间看起来像是宿舍，又像是办公室。还有个蛋壳娃娃。哇，里面还有一只娃娃哎，是被它锁住了。好吧。至于这个地方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，我现在来告诉大家吧。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？我相信大家看到前面的画面，应该知道这有点像是一个工厂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呢，据我一个朋友透露，他就住在这附近。那他说，这个工厂他已经忘记以前是做什么的，但是在当地人都说，这工厂老板是一个猪哥，非常的好色。那他结婚了，结果他还是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到处
去处处流走。结果有一天，真的不小心，他的小三蹦出了一个小朋友。结果呢，你知道怎样吗？因为他的正宫不放过他，一直逼他要分手。但小三觉得我已经用你的走了，他就是看能不能做二房之类的。但谁晓得正宫跟小三的战争就开始了。那当然，这家公司的老板他当然选他的正宫，他当然选他的老婆，不会去选他的小三嘛，对不对？就小三一气之下，据说有一天就跑来工厂大哭大闹，最后一哭二闹三上吊。那他就在这个工厂厕所那个自我伤害。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，一尸两命嘛，对不对？听说有人在晚上就在厕所听到那一个女性的哭声，而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，公司整个运势也越来越差，整个在没多久之后就倒闭了。听完这边的故事之后，对啊，你看，这是我刚刚 P 的，其实用剪的啦，不剪的话真的进不来。哇哦，这里有一个哎，这是人偶工厂吗？对不到焦，对到了，对啊，天使还有翅膀的。爱心，这好像在做圣诞节的。好，无数的酒瓶，那边还有一只猫熊猫，哎，对，熊猫。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也曾经发生过火灾。因为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其实这个地方我来了蛮多次的，最主要呢是想说逃跑能不能使用，但因为这个地方太空了，所以说逃跑就不想要使用这个地方。这都有烧过的痕迹，闹钟、手表，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些东西，应该觉得这里曾经有人住过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看，我的手电筒为什么今天会一直闪烁呢？上次黑影影响吗？这个地方曾经有住过流浪汉，那其实呢，我的朋友也是住在这附近，那他也以前呐、也常常会进来这地方。对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工厂啊？人偶吗？陶瓷工厂吗？现在都已经看不出来了，已经荒废太久。那个窗户这样的格式，你觉得这地方到底废弃了多久？这里还有一件裤子，会不会是那流浪汉的？哦，纱窗声，因为我觉得声音很近，离我非常近。对啊，这好像真的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哦。你看，有喝酒啦什么的。这酒也喝太多了吧？这种鹿茸药酒。马赛克的浴缸。好。接下来呢，再带大家上去看看，这上面我也没来过。
接下来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现在来告诉大家最后一个故事吧。好，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呢？其实我有个朋友，他是车友，那车队的朋友，有时候我们都会去一些地方，然后比较没有人的地方，去那边聊聊天啊，喝东西啊，或者是炸音响。那当然，这地方废弃了之后，那车友知道了之后，他就找了几个朋友来这个地方聊聊天、喝东西，嘻嘻哈哈，没有人注意。可是呢，就他们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听到厕所这个位置有一个女性在哭的声音，就哭得很凄惨。那当下他们就你看我看你的，觉得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最后两个胆子比较大的就跑过来看，然后过了到5分钟之后，那两个胆子比较大的出来，脸色相当的凝重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他们在走进厕所的前一刻，还有听到女生的哭声，可是走到厕所里面之后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所以他们感觉到相当的害怕。然后呢，东西收一收就赶快离开这里，然后拜说不好意思打扰。然后车友还有透露，曾经有一个流浪汉跑到这地方来住，可是住着就很少看他出没了。最后发现的时候，发现他是被那个葬仪社抬出来的，他在里面死了。但据说在死的前一晚，他还大吼大叫。这附近有一些住户经过时有听到，想说这里面怎么有人大吼大叫？然后当中有一句就是“不要来找我”。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，当地的住户就说，事后还有看到流浪汉徘徊在这工厂当中，但是这个东西，我车友他就说他没有碰到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来问问看。这个故事说完了。那据我车友的告知，他所碰到事情的，据说就是这个厕所，男厕所 WC。这种都很旧了，所以这种木门看起来也很旧了。蹲式的，看到那马赛克浴缸，大家知道它有多旧了吧？然后这地方之前是不是有人来打生存啊？啊，没有，这是保利龙的。就走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听到哭声。在继续往里面走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当然，事情已经发生那么久了，谁又知道这里过去有发生过什么事情？甚至痕迹也不会再留着了。只是这工厂也太好了吧？还有浴缸虽然我对马赛克浴缸有点害怕，因为我觉得很脏。可是现在要害怕，应该不是这个马赛克浴缸，而是这个地方的过去。大家可以尝试，应该说明天可以尝试在这个地方做沟通。男厕也可以洗澡，女厕也可以洗澡。说这里应该是一个宿舍咯，这看起来其实有点像学校哦。好，这我不知道。真的是一个不是很舒服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做个 ending 吧。好，拍完今天的环境的一个部分其实我必须说了，这地方的气氛让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。即便它路旁还有路灯，它就靠近在马路边，但是我必须说，你进来到这个地方，确实感觉到不同的世界。那明天还有沟通的部分，我也好奇这个女鬼的灵体是否还存在这个地方。那我就明天
沟通的时候，再来好好问问看吧。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它越骑越紧。